老娘是凤凰，不是你家的芦花鸡。再逼我下蛋，我放火烧了你家屋子！这小鸡咕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说些啥，还挺欢熟。唉，说起来，我之所以会落到这副田地，全是因为我的第9次涅槃失败，导致我神火失控，掉下来的时候，脑袋磕在了一块凡石上，法力尽失，被山脚下的农妇捡回了家。凡人没见过凤凰，他错把我当成了芦花鸡，于是我堂堂凤族小公主，成了王大娘鸡圈里的一员。最可气的是，她居然给我起了一个土到掉渣的名字。俊俊啊，吃饭啦！鸡圈里的原住民们对我这个外来鸡充满了敌意，领头的那只大公鸡扑扇着翅膀，脖子上的毛炸开，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我走来，显然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我虽法力尽失，但神兽的威压还在。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那大公鸡一愣，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摔了个嘴啃泥。从此，我在鸡圈的地位仅次于每天来喂食的王大娘。可好景不长，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作为一只凤凰，吃不惯凡间的五谷杂粮，大娘撒的玉米粒和菜叶子，我闻着都犯恶心。开始几天我还硬撑着，后来实在饿得眼冒金星，只能偷偷跑到院子角落，啄几口蕴含着微弱灵气的野草充饥。这也导致了我营养不良，不长肉。但即便如此，虽然摸起来是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但架不住我羽毛好看啊。因为这个，王大娘格外偏疼我。但要命的是，我不下蛋，母鸡的天职就是下蛋，这是一个真理。鸡圈里的姐妹们每天咯咯哒地叫唤着，争先恐后地向大娘邀功，唯独我每天除了发呆就是发呆。大娘的眼神一天比一天怀疑，她开始拎着我的翅膀，在我屁股后面摸来摸去，喃喃自语：奇怪了，这鸡咋不下蛋呢？大娘属实有些冒昧了。邻居张婶子过来串门，一眼就看见了我。其实从我被王大娘捡回来的第一天，张婶子就注意到了我。这不，又开始了。哎呦，王姐姐，你家这鸡养了多久了？咋还这么瘦小？下蛋了吗？大娘的老脸一红，强撑着面子：快了，快了。俺家这只是晚熟，于是为了让我早熟，大娘开始给我开小灶，什么拌了油的米糠、切碎的蚯蚓，甚至还有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羹。看着那碗黄澄澄、香喷喷的鸡蛋羹，我流下了屈辱的泪水。我堂堂凤凰小公主，竟然要靠吃鸡的蛋来催产。虽然饿，但我可真是下不去嘴啊。大娘也没拿我当外来鸡，摁着我的脖子就往鸡蛋羹里面凑。最后，我含泪啄干净了那碗鸡蛋羹。你别说，味道还真不错。就这样，我的日子过得比在天界当神鸟还舒坦。别的鸡吃糠咽菜，我吃的是大娘特意给我开的小灶，换着花样给我弄吃的，拌了香油的小米，偶尔去山里刨来的野菜。大娘的小灶开得好，我长胖了不少。慢慢的，我成了整个鸡圈里最油光水滑的那一只。别的鸡挤在肮脏的鸡圈里，我却能在大娘的堂屋里踱步，累了就跳上她打盹的摇椅，在她怀里找个舒服的位置窝着。但这也产生了一个大问题，王大娘这人好胜心极强，逢人就炫耀我，导致邻居们都有些嫉妒了。在俊有啥用？养鸡是为了下蛋，不下蛋的鸡就是赔钱货。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大娘的心里。从那天起，大娘看我的眼神就变了，她不再抱着我打盹儿，而是每天天不亮就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拎出来，扔进鸡圈，指着那些咯咯哒下蛋的母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俊俊啊，你学着点儿，屁股一撅，一个蛋就出来了，多容易。我抬起头，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我是凤凰，凤凰不是鸡。我下的蛋叫涅槃之卵，蕴含着我毕生的神火与修为，是用来浴火重生的。可我没法开口，一身神力被锁在残破的身体里，连化形都做不到。我只能发出一连串无能狂怒的咯咯咯声。大娘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在回应她。她欣慰地拍拍我的脑袋：这就对了，好好学，大娘等着你的头窝蛋呢。于是我被迫开始了我的下蛋学习生涯。咯咯哒，咯咯哒，身旁一只肥硕的芦花鸡高傲地叫唤2声，随即屁股一抬，一枚圆润温热白生生的蛋就滚进了草窝里。他身边的几只鸡立刻凑过去，发出赞赏的咕咕声，仿佛在祝贺一位英雄母亲。看起来确实不难。我学着他的样子，找了个最干净的草窝，优雅地蹲了下去，气沉丹田，双腿微曲，屁股抬了抬，我开始酝酿。突然屁股一热，我惊恐地睁开眼，一小簇火苗从我的尾羽上冒出来。坏了，是涅槃之火。我因为法力尽失，无法控制体内残留的微弱火种，它们会时不时的自己冒出来。于是我不但连个蛋都没下，还差点把鸡窝给点了。鸡圈里瞬间大乱，干草被点燃，浓烟滚滚，鸡飞狗跳。大娘提着一桶水冲进来，一边泼水一边破口大骂：天杀的，那个挨千刀的在鸡巢里放火！当他看到火源是我那烧焦了半截的尾羽时，他沉默了。
他拎着我的脖子，把我从一片狼藉中提溜出来，气得浑身发抖。不下蛋就算了，你还想把家给点了？那天我第一次挨了打，大娘用一根鸡毛掸子象征性的在我屁股上抽了2下，打得不疼，但我的自尊心碎了一地。堂堂凤凰竟然被一个凡人打了屁股，可看着大娘被熏得灰头土脸，心疼的检查着那些被吓傻的鸡，我心里的火气又莫名其妙的消了。罢了，是本神鸟对不住他，这次让他。此后的日子我安分了不少，再也不敢轻易酝酿。2个月里，我每天吃着小米，喝着清泉，在鸡圈里作威作福，把那几只真正的芦花鸡欺负的见了我就绕道走。我的羽毛越发光彩夺目，阳光一照，甚至能泛出七彩的光晕，但我就是不下蛋，还特别能吃。直到大娘的耐心终于彻底告罄。那天下午，夕阳的余晖将院子染成一片暖黄。王大娘叉着腰站在鸡圈门口，拧着眉头，盯着我圆滚滚的屁股。看了足足1炷香的功夫，然后他扭头去了饭屋，拎出了寒光闪闪的菜刀，走到我面前，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你瞅瞅，你吃的比谁都多，长得比谁都俊，咋就是个不下蛋的鸡呢？俺明明摸过了，是个母鸡呀！我心虚地挪了挪爪子，用屁股对着他。大娘还在说，隔壁张大婶家的鸡1个月能下20个蛋，李大爷家的鸡2个月就养得肥嘟嘟的，能卖个好价钱。你再看看你，他一边说着，一边在院子里的磨刀石上霍地磨着刀。鸡圈里那几只真正的芦花鸡吓得挤在角落，瑟瑟发抖。俊俊，俺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今天太阳落山前，你要是再下不出1个蛋来，咱们的情分就到此为止了。俺家祖传的铁锅炖大鹅，那真是一绝。炖鸡，我想味道也不会差。看着大娘越来越黑的脸，我缩了缩脖子，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只无辜可怜弱小的鸡。然而这一次卖萌没用了，冰冷的刀锋若有若无地贴着我的脖颈，我浑身的羽毛都炸了起来。这个凡人老太太，她是真的想吃我，我吓得魂飞魄散。虎落平阳被犬欺，凤落鸡圈被大娘炖。我疯狂地对着她摇头，试图用眼神传递我的身份。我是凤凰神鸟，你不能吃我，吃了要遭天谴的。大娘显然没看懂我的眼神，她只看到一只吓傻了的鸡在拼命挣扎，求生的本能压倒了凤凰的尊严。我再次学着旁边那只正在下蛋的母鸡，绷紧了全身的肌肉，视死如归地抬起了屁股。努力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敢下。大娘啊，不是我不想下，我怕我这一个蛋下去，咱俩连人带鸡带房子都能被当成窜天猴，直接送回我的9重天老家。眼看太阳一点点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王大娘那把锃亮的菜刀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我急得咯咯直叫，试图跟她解释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可大娘只是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叫唤啥？催你下蛋呢，又不是现在就炖你。我委屈，我愤怒，但我说不出来，只是一味的咕咕咕咕。怎么办？怎么办？难道我没死在雷劫之下，却要命丧于一个凡间农妇的菜刀之下，变成一锅鸡汤？这要是传回天界，我得被那帮塑料姐妹们笑话10000年。眼看王大娘已经站起身，提着刀一步步朝鸡圈走来，我急中生智，发出一声凄厉的咕咕声，然后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四脚朝天，一动不动。装死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办法。王大娘走到鸡圈门口，愣住了。俊俊，你这是咋了？她推开栅栏门，小心翼翼地走进来，用脚尖轻轻碰了碰我。别是气死了吧？我憋着一口气，纹丝不动，连眼皮都不敢眨一下。不能啊，这鸡的气性也太大了点儿。王大娘蹲下身，伸手探了探我的鼻息，又摸了摸我的心口。我紧张的心脏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还有气儿，也还热乎。她喃喃自语，百思不得其解。她把我翻过来，抱在怀里，左看看右看看。不下蛋就算了，咋还学会装死了呢？你这鸡真是越来越精了。虽然话里带着责备，但她手上的动作却很轻柔。她把我抱回了屋里，放在了她那张铺着粗布床单的土炕上，还扯过一旁的旧棉袄盖在了我身上。那把要命的菜刀被她随手扔在了门后的矮桌上。我悄悄睁开一条眼缝，看到她正坐在炕边，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唉声叹气。你说你这只傻鸡，不下蛋就不下蛋吧，大不了俺再多养你些日子，总不能真把你给炖了。俺啊，你玩呢？她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和无奈。
炖了你也换不来几个钱。就你这一身漂亮毛，拔了也怪可惜的。俺就当养个玩意儿，图个好看吧。再说了，你这鸡通人性，俺骂你几句，你还知道生气装死。养了2个月，也有感情了。听到这话，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原来是刀子嘴豆腐心。他放下了手中正纳着的鞋底子，正过身子，一把抱起我，就像抱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娃娃。他正用粗糙的手指轻轻梳理着我的羽毛。你这小东西，长得是真好看。他絮絮叨叨地说着：“俺那苦命的闺女要是肯定喜欢你。她小时候就最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眼眶渐渐红了。我僵在他怀里，心中五味杂陈。想得多了，我竟然睡了过去。这一觉我睡得极沉，梦里我回到了9天之上，回到了那片七蜈宫。宫殿外是漫天燃烧的云霞，我的父君母后，还有那几个平日里总爱与我别苗头的哥哥姐姐，都围在我身边，焦急地看着我。小九，你感觉怎么样？这丫头就是性子太烈，非要去闯那紫霄雷劫。这下好了吧？差点把命都丢了。快，把这颗固元丹给她服下。我好像看到一只修长的手递过来一颗金光闪闪的丹药，我张开嘴想要吞下，却怎么也够不着。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摇晃和嘈杂声将我从梦中惊。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还在王大娘的土炕上，但屋子里不止她一个人，还多了一个满脸横肉、眼神凶恶的男人，是村里的地痞刘二麻子。王寡妇，我再问你一遍，这地你卖不卖？刘二麻子一脚踩在板凳上，唾沫横飞。1亩地50两银子，这价钱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别不识抬举。王大娘挺着瘦小的身子，声音虽然发颤，却异常坚定。不卖，这是俺当家留下来的地，给多少钱都不卖。拿命换来的！刘二麻子嗤笑一声：“谁不知道你家老王头是为了上山给你采药，自己失足摔死的？你守着这几亩破地有什么用？一个寡妇还指望能种出金子来？你混账！”王大娘气得浑身发抖，眼圈都红了。不许家的！我就侮辱了，怎么着？刘二麻子一脸嚣张，上前一步，一把推在王大娘的肩膀上。王大娘一个踉跄，直接摔倒在地，额头磕在了桌角上，瞬间就见了血。我惊叫出声，但发出的依旧是咕咕的鸡叫。我从炕上一跃而起，想要扑棱着翅膀冲过去，但身体太过虚弱，刚跳下地就摔了个趔趄。刘二麻子看到我，眼睛一亮：“这只罗花鸡长得可真肥。王寡妇，既然你不识抬举，这只鸡就当是给二爷我的利息了。”说着，他狞笑着朝我走来，伸手就要抓我。不行！大娘想也不想的拒绝了。她张开双臂挡在我面前，转过身子抄起旁边矮桌上的菜刀，直指刘二麻子：“这是俺家的鸡，谁也别想抢走！”我愣住了，我以为在这个即将把我炖了的节骨娘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交出去，没想到她竟然会为了我这个赔钱货去得罪地痞。刘二麻子被菜刀逼退一步，顿时恼羞成怒：“好你个王寡妇，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上，把那只鸡给我抢过来，我看他一把老骨头能怎么样？”2个家丁朝我们逼近，大娘死死地护着我，身体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但眼神却异常坚定。谁敢动俺家俊俊，俺跟他拼命！看着他瘦小却倔强的背影，一股莫名的暖流在我心中涌动，随即化为滔天的怒火。我乃9天神鸟，统御万火，何曾受过这等屈辱？区区凡人竟敢在我面前撒野，还想欺负我的人！一股灼热的力量在我血脉中苏醒，不受控制的喷涌而出，一道微不可见的金色火星从我嘴里喷出，精准的落在了刘二麻子那精心打理的八字胡上。噗的，刘二麻子的胡子着了，我的胡子着火了！刘二麻子惊恐的尖叫起来，拼命用手拍打自己的脸。2个家丁也吓傻了，手忙脚乱的帮他灭火。屋子里顿时一片混乱，大娘也惊呆了，她愣愣的看着我，又看看满地打滚的刘二麻子，喃喃自语：“这是天降正义，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我趁机从他身后钻出来，高傲的挺起胸膛，
对着刘二麻子又是一声鸣叫，虽然还是一口鸡叫，但气势上我感觉自己已经恢复了80%。刘二麻子被烧掉了半边胡子，狼狈不堪。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惊惧，仿佛在看一个怪物。邪门，真是邪门！他连滚带爬地站起来，指着我，话都说不利索了。你这只鸡是妖怪！说完，他再也不敢停留，带着2个家丁屁滚尿流地跑了。又恢复了平静，大娘手里的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赶紧扑棱着翅膀跑到王大娘身边，用我的头去蹭她流血的额头，温热的血液染红了我汇边的羽毛。王大娘缓缓地坐起身，她没有理会自己的伤口，而是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手还在不停地发抖。俊俊，你没事吧？没吓着吧？我摇了摇头，用脑袋蹭了蹭她的手心。大娘长舒了一口气，随即又皱起了眉，盯着我，满脸困惑。刚才那火，真是老天爷放的？我咯咯叫了2声，算是默认。毕竟他恰好没看到，总不能告诉他是我放的火吧？万一他把我当妖怪烧了怎么办？大娘信了，她双手合十，对着天空掰了掰。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那天过后，大娘不再逼我下蛋，反而继续给我开小灶，每天都用最新鲜的野菜叶子和小米喂我，还给我搭了个专属的铺着柔软干草。其名曰别让那帮秃毛鸡把你漂亮的羽毛给啄坏了。那些公鸡对此敢怒不敢言，每次看到我都只能远远地绕道走，眼神里充满了嫉妒和不甘。我终于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每天的任务就是陪大娘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听她唠叨。通过她的唠叨，我渐渐拼凑出了她的过往。大娘姓刘，夫家姓王，原本是有1儿1女。老伴前些年上山采草药，失足跌下了山崖，没撑过去。儿子出生没几天，就因为胎里不足，不过周岁离他而去。他的闺女10几岁时生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村里的赤脚医生束手无策。大娘背着闺女走了1天1夜的山路去镇上看病，可还是晚了一步。从那以后，偌大的院子里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俺有时候在想，是不是俺的命太硬，把他们都克走了？她一边给我梳毛，一边浑浊的眼睛望着远方的大山，空洞而悲伤。我静静地趴在他腿上，用我的头蹭了蹭他的手。我无法开口安慰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他不是一个人。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眼角的皱纹缓缓展开。你这小东西还挺有灵性。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去冬来，山里下了第1场雪，天气越来越冷，尤其是晚上，寒风从4面8方灌进鸡圈，冻得那群凡鸡瑟瑟发抖。而我虽然神力被封，但毕竟是火属神鸟，天生不惧严寒。我的身体就像一个天然的小暖炉，散发着热量。起初，我待在我的鸡窝里，对那群冻得快要归西的鸡不屑一顾。可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他们那彻夜不休、此起彼伏的咯咯哀嚎了。大娘虽给他们做了保暖措施，可终究天气严寒，夜里还是冷的。于是，在一个格外寒冷的夜晚，我屈尊降贵地走出了我的单间，卧在了鸡群的中央，瞬间扩散开来。原本挤成一团瑟瑟发抖的鸡群渐渐安静下来，它们试探性地向我靠拢。最后，一只胆大的小母鸡把头埋进了我的翅下，我僵了一下，本能地想把它踢开，但感受到它身上传来的冰冷和颤抖，我终究还是忍住了。算了，就当是给大娘积德行善了。从那天起，每到晚上，我都会自动成为鸡圈里的小暖炉。那只领头的公鸡也放下了它可笑的尊严，厚着脸皮往我身边凑。大娘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奇特的现象。怪事了，往年冬天总要冻死几只鸡，今年倒好，一个个精神头十足，毛色都亮了不少。他站在鸡圈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被鸡群簇拥在中心的我身上，眼神里充满了惊奇和探究。他不知道，每晚为这群凡鸡供暖，对我而言也是一种修行。我觉得我的那丝微弱的神力在渐渐苏醒，我感觉的那一天不远了。然而那些坏种又扑面而来，刘二麻子吃了瘪，并没有善罢甘休。从那天起，我们家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先是鸡圈里的水缸总是在半夜被人砸破，接着是菜地里刚冒出头的青菜被人踩得一塌糊涂。最过分的是，有人偷偷堵住了引水到田里的那条水渠。正值春耕时节，没了水，地里的麦苗很快就打了蔫，叶子一天比一天黄。王大娘急得嘴上起了好几个燎泡。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提着2只木桶去几里外的山泉挑水。她那本就佝偻的背被压得更弯了。晚上回到家，她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坐在油灯下，一边缝补着衣服，一边默默地流泪。老伴儿啊，是俺没用，连你留下的这点家当都守不住。她哭得压抑又绝望，每一声抽泣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俊俊，
还是你好，有你在，俺好歹还有个说话的伴儿。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刘二麻子在背后搞鬼。村里人虽然同情王大娘，但都惧怕刘二麻子的势力，不敢出头。刘二麻子的舅舅是镇上的巡检，这让他得以在村里横行霸道。我恨得牙痒痒，却又无能为力。上次那一声凤鸣让我虚弱了好几天。我每天拼命的吃小米，吃野草，晒太阳，希望能多积攒一些灵力，但收效甚微。这个凡间灵气实在太过稀薄了。我开始尝试用凤凰一族的秘法，引动天地间的火灵之气。每天深夜，等王大娘睡熟后，我都会偷偷溜出屋子，跑到院子里，对着月亮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我单脚站立，另一只脚蜷缩起来，翅膀微微张开，脑袋后仰。这是凤族吸收月华的入门功法。然而，我高估了自己这副机身的平衡能力。扑通，我一次又一次地从墙头上栽下来，摔得七荤八素。不仅如此，由于灵力不偶尔还会从嘴里冒出1、2颗小火星。着火了！着火了！王寡妇家的柴火垛着火了！寂静的夜晚被邻居的惊叫声划破，王大娘被惊醒，连鞋都来不及穿，提着水桶就冲了出去。看着被烧掉一半的柴火垛和手忙脚乱救火的王大娘，我愧疚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俊俊，你又调皮！王大娘抹了一把脸上的黑灰，气冲冲地把我从角落里拎出来。我耷拉着脑袋，一副任打任骂的样子，可她举起的手却迟迟没有落下，最后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你这只惹祸精，俺上辈子是欠了你的。她把我抱回屋，仔细检查我有没有被烧伤，然后打来一盆清水，用布巾一点点擦去我羽毛上的灰尘。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家里都这样了，你还给俺添乱。我把头埋进他的怀里，心里难受的厉害。大娘，对不起，我不是想添乱。那以后我不敢再轻易修炼，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每天在山里乱逛，希望能找到一些蕴含灵气的天材地宝。这座山很大也很深，王大娘不让我乱跑，怕我被黄鼠狼叼了去，我只能趁她下地干活的时候偷偷溜出去。山里的灵气比村子里浓郁一些，我凭借着凤凰对灵气的本能感应，漫无目的地寻找着。这天，我在后山的一处悬崖下闻到了一股奇异的药香，那香味很淡，却带着一股精纯的木系灵气。我精神一振，循着香味找了过去。在崖壁的一道石缝里，我发现的还不是一株，是2株通体赤红、长得像灵芝一样的东西。赤阳芝，我心中一喜。这虽然不是什么顶级仙草，但其中蕴含的纯阳之气对我恢复法力大有裨益。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从石缝里把那株赤阳枝啄了下来，一点点啄进肚中，感受着体内流动的灵力。另一株我小心翼翼地啄了下来，它比我的头还只能用2只爪子抱着，连滚带爬地往山下走。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王大娘正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着，看到我抱着一个大红蘑菇回来，她先是一愣，随即又气又急地跑过来。俊俊，跑哪儿去了？她一把将我抱起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俺以为你被叼走了。她检查我没事后，才注意到我怀里的赤阳枝。这是火灵芝。她眼睛一亮，又惊又喜。天哪，俊俊，这是你找到的？我得意的咕咕叫了2声，把赤阳枝往她怀里推了推。王大娘抱着那株赤阳枝，激动的手都在抖。发了，这事儿发了！这么大一株野生的火灵芝，拿到镇上药铺，少说也能卖个180两银子。有了这笔钱，咱们就能把水渠修好，还能买头牛。剩下的钱，我们俩过好几年了。她抱着我，在我毛茸茸的头顶上亲了一口。俊俊，你真是俺的福星。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我也由衷的感到高兴。然而，我们都没想到，这株赤阳枝不仅没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反而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第二天一大早，王大娘就小心翼翼地用红布把赤阳枝包好，放进背篓里，准备带到镇上去卖。俊俊，你在家乖乖的，哪儿也别去，俺下午就回来，给你带好吃的。他摸了摸我的头，脸上是许久未见的轻松笑意。我蹲在门槛上，目送着他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村口的小路上。阳光正好，我眯着眼睛，懒洋洋地打着盹，心里盘算着，等大娘卖了钱，日子好过了，我也能安心修炼，早日恢复法力，带她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我等来的不是带着好吃的归来的王大娘，而是一脸煞白的邻居张大婶。他来到鸡笼的门，撒下吃的，一边干一边叹气。他看见了站在茅草顶的我。俊俊，老太婆出事了！天杀的那些人
非说是他偷了镇上回春堂药铺的镇店之宝，一株300年的火灵芝，人赃并获，当场就被抓进大牢了。偷？怎么可能？那明明是我从后山找来的。张婶子喂完鸡后，一边絮叨着：“俊俊，老太婆特意叮嘱过，你不爱吃那些，让我专门给你吃她后山拔的野草。你这芦花鸡了吗？她可是真放心不下你。”说着，张婶子从一旁拿出新鲜的野草，递到我平日里吃东西的饭盆里。那刘二麻子他也在场，是他指认的，说是亲眼看见王婆子偷东西。张大婶一脸愤慨，这明摆着就是栽赃陷害。那刘二麻子不是好东西，他舅舅又是巡检，这下王婆子怕是凶多吉少了。张婶子忙活完这些，又去自然的把晒的蛾子、草药啥的给收到屋头里去。今晚有雨，这王婆子就该让她自己回来收。张大婶嘴毒，人却是好的。至于刘二麻子又是他，我眼前一阵阵发黑，身体里那股刚刚因为赤阳枝而恢复了一丝的法力，在愤怒的驱使下，开始疯狂乱窜。我的羽毛无风自动，根根倒竖，一丝丝细小的金色电弧在羽毛尖上跳跃。哎呦，俊俊，你这是要炸毛了！张大婶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我没有理她，转身就朝镇子的方向冲了出去。你去哪儿？哎呦，你要是丢了，王婆子得心疼成啥成？顾不得别的，我不能让大娘出事，绝对不能。镇子比村里热闹得多，我顾不上看那些新奇的玩意儿，凭借着对王大娘气息的感应，一路狂奔。很快就找到了巡检府的大牢，大牢门口站着2个挎着腰刀的衙役，神情我一脸神奇。这芦花鸡可真有意思，瞧瞧！我急得在门口团团转，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刘二麻子那令人作呕的声音：“舅舅，这次可多亏您了。那王寡妇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下我看他还怎么跟我横。你小子下手也太黑了点儿。那回春堂的掌柜可是我故交，这次你拿人家来做局，事后可得给人补上。知道，不就是钱吗？等我把那寡妇的地弄到手，转手一卖，什么都有了。再说了，那老秦婆家里还有一只顶漂亮的芦花鸡，等她进了大牢，那鸡还不是我的，正好抓来给舅舅您下酒。不过那灵芝真是那老太婆的？奇了怪了，老钱婆真是走了狗屎运，谁说不是呢？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热的气流从我喉咙里喷涌而出，气得我大叫一声，声音响彻云霄，带着滚滚热浪，朝巡检府的大门席卷而去。门口那2个衙役被这声波震得耳膜嗡嗡作响，头晕眼花，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巡检府里顿时乱作一团，我趁乱化作一道红影，从大门缝里闪了进去。大牢里阴暗潮湿，弥漫着一股霉味和血腥味。我循着王大娘微弱的气息，在迷宫一样的牢房里穿梭。终于，在最里面的一个牢房，我看到了她。她蜷缩在铺着稻草的角落里，头发散乱，衣服上沾满了污泥，额头上的伤口因为没有处理，已经发炎红肿。她看起来那么瘦小，那么无助。我冲到牢门前，用头去撞那冰冷的铁栏杆。王大娘听到动静，缓缓抬起头：“俊俊，你怎么来了？你快走，这里危险！是刘二麻子，是他陷害俺的。他跟回春堂的掌柜串通好了，就支去卖，好给俺安个罪名。他们要把俺关死在这里。俊俊，你快跑，回山里去，别被他们抓住了。”大娘，原谅我平时还嫌你啰嗦，都这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我后退几步，死死地盯着那把脸盆大的铜锁，体内的法力在疯狂燃烧。我感觉我的身体像一个即将爆炸的火炉，我的双眼渐渐变成了璀璨的金色。我要把这该死的牢门给我烧穿。就在我准备拼尽全力熔掉这把铜锁的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都给我让开！一个清朗又有力的声音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牢房的过道里，火把亮起，照出了一行人的身影。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玄色锦袍、面容俊朗但神情冷峻的年轻男子，他腰间配着一柄古朴的长剑，眼神锐利如鹰。刘二麻子和他那个巡检舅舅正点头哈腰地跟在他身后，一脸谄媚。世子爷，您怎么亲自到这晦气地方？检满脸堆笑，被称作世子爷的男子没有理他，目光在牢房里扫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和王大娘身上。当他看到我时，眼神明显地顿了一下，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异。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其细微但异常纯正的龙气，虽然很淡，但绝对是真龙血脉。他是皇族，还是某个隐世的修真家族的子弟？我心中警铃大作，立刻收敛了所有外放的气息。我将我那双金色的眼瞳变回了普通的黑色，
让自己看起来就是一只平平无奇，只是毛色比较鲜亮的芦花鸡。那世子爷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便移开了，转向牢里的王大娘。你就是刘氏？他开口问道，声音清冷。王大娘被这阵仗吓坏了，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民妇冤枉啊！青天大老爷，民妇没……那灵芝是民妇家里的鸡从山上捡回来的。哦，鸡捡回来的。刘二麻子立刻跳了出来，指着我叫道：“世子爷，您别听这老婆子胡说，就是这只妖鸡，肯定是她偷了灵芝。你瞧瞧，谁家的鸡能跑到大牢里来？小人早就看它不是什么好东西，还会喷火，叫声也跟鬼一样。依小人看，就该把它抓起来，用大火烧死，免得为祸乡里。”他话音刚落，那世子爷的眼神陡然一寒。本世子在问话，何时轮到你一条狗来插嘴了？刘二麻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世子爷饶命，小人知错了。那巡检也是吓得两腿发软，大气都不敢出。去回春堂，把掌柜的给本世子请过来，另外把那株所谓的赃物也一并带来。是。护卫领命而回春堂的钱掌柜就被带了过来。他一看到这位世子爷，腿肚子就先软了3分，战战兢兢的行礼。本世子问你，你店里那株300年火灵芝是何来历？回世子爷，是小人祖上传下来的。哦，祖传的。可本世子怎么听说，这灵芝是你上个月才从一个西域商人手里花重金买来的，上面可还有那商人的独特印记。面前的这枚看着好像没有啊。还有，本世子再问你，回春堂的镇店之宝为何会轻易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农妇偷走？你的伙计们都是死人吗？钱掌柜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来人，把这个刁民还有这2个滥用职权构陷良善的蠢货都给本世子拿下，严加审问，所有罪行一并清算。只剩下我和王大娘，还有这位深不可测的世子爷。护卫立刻上前，用钥匙打开了那把铜锁。他走进牢房，亲自将王大娘扶了起来。老人家，你受委屈了。他的声音温和了许多。王大娘简直不敢相信，3言2语间，她遇到了贵人，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你的冤屈，本世子会为你洗清，所有损失，他们都会双倍赔偿给你。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塞到王大娘手里。这些算是本世子给你的补偿。他将大娘请到了一边，单独留下了我。然后他弯下腰，目光与我平视。小家伙，委屈你了。他轻声说道。想不到竟会在此处得见凤驾。我心中巨震，他认出我了。我紧张地盯着他。凤驾不必惊慌，在下并无恶意。他继续用只有我们能听懂的密语传音。在下乃是当朝靖王世子李玄义，妃乃是东海龙族公主，故而我身上有稀薄的龙族血脉，能感应到您身上的凤族气息。原来如此，我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龙凤2族在上古时期本就是盟友，只是不知凤驾为何会流落凡尘。他看了一眼我这身芦花鸡的打扮，很识趣的没有说下去。说来话长。在下明白，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您若信得过在下，可随我回王府暂住，在下定当尽心为您调养。回王府，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旁还傻乎乎的王大娘。李玄一立刻会意。您放心，这位老人家，在下也会妥善安排，保证他后半生衣食无忧，再无人敢欺凌。他的提议很诱人，王府之内必然有更好的资源，能让我更快的恢复。可是我看着王大娘那张布满风霜却又无比熟悉的脸，心中不舍。这2个多月是他一口一口小米把我喂养到如今的油光水滑，也是他在我惹祸后一边骂我，一边又小心翼翼地护着我。他在牢里自身难保的时候，还在担心我的安危，这份恩情我还没报。我摇了摇头，用神念坚定地回答他：多谢世子好意，但我要留在这里陪着他。李玄义似乎有些意外，但他很快就露出了然的神色。在下尊重您的决定。他沉吟片刻，从腰间解下一块龙形玉佩递了过来。日后若有任何难处，可让这位老人家持此玉佩到任何一家四海商行，他们自会全力相助。另外，我会派2名暗卫在暗中保护你，确保无人再敢私扰。我看着那块温润的玉佩，上面散发着淡淡的龙气，知道这是他的一片诚意。我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随后
他将我引到了大娘面前。大娘，着实通人性，大娘可得好好护好了。王大娘一个劲儿点头，将我抱在怀里，面上满是喜色。李玄一说完，便带着人悄然离开了，仿佛从未出现过。牢房外传来了衙役的惊呼：“王大娘，王大娘，您的案子查清了，是冤案，您快出来吧！”王大娘这才如梦初醒，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钱袋，又看了看我，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俊俊，俺不是在做梦吧？我用头蹭了蹭她的手，发出一声轻快的咕咕声。王大娘拿着靖王世子给的那袋沉甸甸的金子，恍如隔世。刘二麻子、巡检和钱掌柜的下场很惨，据说靖王世子李玄义雷厉风行，将他们这些年来的恶行查了个底朝天，数罪并罚，直接抄家流放3000里，永世不得还乡。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全村，村民们无不拍手称快。里的名人，人人都说他走了大运，遇到了贵人。回家那天，王大娘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清点金子，而是冲进厨房烧了一大锅热水。这是要宰了我？不对不对，温水打湿羽毛的时候，我意识到大娘在给我洗澡。俺的乖俊俊，在牢里那等晦气地方待了1天，肯定吓坏了。天爷哟，从咱家到牢房这么远的路，俊俊你是飞去的，俺家俊俊受累了，还惦记着俺老婆子。我舒服地眯着眼，享受着他的服务。其实我一点也不怪他，凡人逐利本是天性，更何况他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洗完澡，他又从那袋金子里摸出一块最大的金元宝，揣在怀里，风风火火地出了门。只见他径直走到了村东头的肉铺，把你家最好的那块五花肉给俺切3斤，再来1副猪下手。接着他买了最贵的白米，去了布庄，扯了颜色最鲜亮的棉布。回家的路上，几乎所有村民都跟他打招呼，态度比以往热情了不知多少倍。王大姐，发财了啊！大娘，您家俊俊可真是个福星。王大娘挺着胸膛，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一一回应。那晚我们家吃了一顿有史以来最丰盛的晚餐，红烧肉炖得软烂入味，香气扑鼻；白米饭蒸得粒粒分明，油光发亮。王大娘给我单独盛了一大碗，上面铺满了肥瘦相间的肉块。吃俺的大功臣，多吃点儿。可鸡不仅能吃鸡蛋，还能吃肉。我象征性地啄了2口，凡间的猪肉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远不如他喂我的小米香。但我看他吃得那么香，那么满足，心里也暖洋洋的。吃完饭，他就着油灯开始规划，点点烛火下，衬得他的轮廓更加温柔。有了这些钱，咱们先把房子翻新一下。这土坯房一下雨就漏，再买几亩上好的水田，买头大青牛，剩下的钱存起来，给你当嫁妆。他说到一半，突然顿住了。瞧俺这老婆子糊涂了，你是一只鸡，要什么嫁妆？不过俺就把你当闺女养了，以后你就陪着俺，哪儿也别去。我静静地听着，心中百感交集。当闺女养？我堂堂凤族公主给你当闺女，你这凡人可真是占了大便宜了哩。但不知为何，我竟一点也不反感。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王大娘按照她的计划，请了村里的工匠，把土坯房推倒，盖起了宽敞明亮的青砖大瓦房。她买了10亩良田，她不再需要那么辛苦的劳作，每天只是侍弄一下菜园，喂我，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背也挺直了许多。而我则成了全村最受尊敬的神鸡，再也没人敢提炖鸡汤3个字。村民们见到我，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一声俊俊大人。有的小孩子调皮，想来摸我的羽毛，都会被自家大人一巴掌拍回去。别乱动，这可是神鸡，摸坏了你担待得起吗？我每天依旧在后山闲逛，寻找着可以助我恢复的灵物。李玄一派来的暗卫，我一次也没见过，但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有几次，我感觉到有不怀好意的妖兽气息在山中出现，但很快就消失了。想来是他们出手解决了，这让我可以更加安心的寻宝。然而灵物难寻，我的法力恢复的极其缓慢，除了身体比以前强健了许多，能飞得更高更远之外，依旧无法施展什么像样的法术。那点凤凰之灵时不灵，只能偶尔打个喷嚏时冒出1-2颗火星，把自己的窝点着。王大娘为此给我换了3个用石头砌成的新窝。你这孩子怎么就跟火过不去呢？她每次都无奈地摇头，但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了。这天趁着大娘出门去镇上买吃的，
我扑棱着翅膀跑到了后山一处瀑布下，尝试吸收水汽中微薄的灵气，胸脯里却突然感到一阵心悸，说不上来的难受，好像是100-8年没闻到过的魔气。我仔细又闻了闻，没错，就是魔气。这凡间的穷山恶水，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魔物存在？我卯足了劲，振翅飞到高空，四下看去，只见远处被当地人称为鬼见愁的黑风峰上，黑压压一片，山林里的飞鸟走兽发了疯似的往山下逃窜，一片混乱。瞧这情况，是有大妖魔出世了。这等魔气，绝非李玄义那2个暗卫能应付的。我心急如焚，王大娘还在山，我必须回去，我不敢再有任何保留，将体内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所有法力，全部灌注到双翅之中，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村子的方向疾飞而去。飞到一半，我突然看到山脚下王大娘正背着一个药篓在采摘草药，她这又是来给我寻找灵药了。她似乎也看出天黑了些，正抬头望向黑风峰的方向，满脸惊疑，怕啥来啥。她身后的树丛里，一道黑影一闪而过，那是一只成了精的狼妖，双眼赤红，口中滴着咸水，正死死地盯着毫无防备的大娘。她被那魔气一击，显然是兽性大发了。我拼命地朝她飞去，但太远了，那狼妖离大娘也就100丈远。从林中猛地扑出来，张开血盆大口，咬向了大娘的脖子。我急了，大娘绝对不能有事。我猛地朝天上用劲，张开嘴叫了出来。哎，不是咕咕咕，我能叫出凤凰声了。不止这个，在变大，原本芦花鸡般大小的身躯瞬间变大了好多好多，身披七彩霞光，拖着华丽尾羽。虽然因为法力不全，只是一个虚影，体型也比我全盛时期小了许多。但我感觉得到那股焚尽八荒、威压万物的神兽气息，却是实实在在的。那只扑到王大娘身前的狼妖还没下嘴，抬头瞧见了我，然后耷拉下尾巴，耷拉下耳朵，哼哼唧唧的，灰溜溜的跑回了林子里。大娘听到身后的哼唧声，回过头去，差点把大娘吓年轻。我挥舞起翅膀，化作一道金红色的流光，瞬间出现在王大娘身前，用我巨大的翅膀将她护在身下。大娘已经完全惊呆了，她仰着头看着我流光溢彩的羽毛，张大了嘴。她手中的药篓掉在地上，草药洒了一地。她试探着用颤抖的声音叫出了我的名字，娟娟。我低下头，用我那华丽的燃烧着火焰的头蹭她的脸颊。傻娟娟，原来你不是鸡啊！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还要留在俺这个老婆子身边，受这么多委屈？上次在牢里是你救了俺，这次你又救了俺。他泣不成声，一把捞过我的脖子就要抱我，可我的脖子还在冒着火星子。大娘无所畏惧，把我抱得更紧了。奇怪的是，她竟然不觉得烫。我感受着她的悲伤和喜悦，心中也是一阵酸楚。可眼下不是煽情的时候，事情还没完，天色更暗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从山顶传来，一只尚未成年的小凤凰，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本座被镇压1000年，正需神兽精血来恢复元气。小东西，乖乖过来，成为本。该说不说，魔头反派为啥都这么丑？他头生双脚，青面獠牙，浑身被漆黑的魔气包裹，眼睛红得吓人，跟整宿没睡一样。他行动力是真强，没问过我的意见就开始行动，伸出他那个大爪子就想来抓我。这魔头有点实力，以我目前的状态，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娟娟，快跑！大娘虽然看不清魔头的样子，但黑压压的天，她就觉得大事不妙。她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把我推开，但我怎么可能抛下她自己逃走？忽而2道剑光从不远处的山林中探出，一左一右斩向了那只魔爪，是李玄义的暗卫。何方妖孽，敢在此处放肆！一道玄色的身影脚踏飞剑，从天边疾驰而来，瞬息而至，挡在了我的面前。李玄义还亲自来了，他手持长剑，衣袂翻飞。这家伙还挺有胆。李玄义长剑一指，一道璀璨的金色剑气带着滚滚龙吟之声冲天。那只魔爪，我用翅膀死死护住王大娘，才没有被这股余波掀飞。龙气，你是真龙后裔？李玄义没说话，算是默认。就算你是真龙后裔又如何？本座乃是上古魔尊麾下8大将之一的黑煞，你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对本座说教？今天你们2个，一个小凤凰，一个龙翼，都将成为本座的补品。李玄义还在拼力抵抗，我低头看了看大娘，又看了眼傻不愣登的李玄义，叹了口气。刚刚显化真身，已经耗尽了我积攒的所有法力，此刻完全是靠着血脉本源的力量在硬撑。靠我俩打败魔头，简直就是在找死。魔头在酝酿，
我歪头喊了声李玄义，那啥，有点事儿和你说。凤驾，趁着他附在我的羽翼之下，我绑紧大娘，然后我一个不留神，用尽最后一丝神力，带着两人消失在了魔头面前。一定得跑啊！我们回了大娘家，李玄义还呆愣愣站在那里。凤驾，那魔头……我真是不想说话了。李玄义暂时歇在了大娘家，只见一人一鸡互相在学着鸡，咕咕咕咕的叫着。咕咕，咕咕咕咕。大娘好吃好喝的招待着他，对我比从前更好。俊俊，好好休养休养。俺家俊俊又漂亮又厉害。我蹲在那里闭目养神，心里却盘算了好多。这魔头刚苏醒，眼下他也在休养生息，最后来把大的，暂时不用担心。可我总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别到头来渡劫一场把自己渡没了，指望着李玄义不可能。怎么着，他也就是个人，让他对付大魔头，这不就是直接要他？凤凰做不来那些围巾破局之法，只有我完成涅槃。渡劫之前，有经验的凤凰点拨了我好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火不灭即可永生。难懂，真难懂。李玄义这段时日，每日都会派人给我送来有灵气的食物，可太微小了，完全不够用。但多少他尽心了。大娘每日给我备好吃的喝的，从不过多打扰我冥想。还没等我悟出来，魔头又来了。还好我让李玄义把大娘支出去，给我去镇上买东西了。一时半会儿他也回不来，这下我能稍稍安心，就是看着旁边一脸正义凛然的李玄义，我有些心虚，把他卷进来，像是在欺负人似的。魔头像是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找了半天才找到蹲在茅草堆里的我。前几日小凤凰显现出真身，怎么今日成了一……凤驾，要不您先退下，我先来。不至于，不至于，怎么也得搏一搏。你一个人挡不住的。不用让来让去，本尊直接把你们秒了。让本座送你们一程吧。我酝酿着周身的神力，准备拼死一搏，忽然眼前被一个黑影挡住。不许你伤害我的俊俊！是大娘，她不知何时从镇子上跑了回来，正站在我面前挡住那团黑气。她手里拿着那把曾经威胁要炖了我的菜刀。俊俊，你又支开俺，没俺老婆子一个不怕的，俺得保护俊俊。她瘦弱的身躯在狂暴的魔气中，像一株随时都会被吹断的野草，但她的眼神却亮得惊人。你这个大怪物，别欺负俺家俊俊！她举起那把菜刀，一起朝黑煞魔尊那庞大的身躯扔了过去。那把凡铁打造的菜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微不足道的弧线，别说是伤到魔尊，就连他身边的护体魔气都无法靠近，就被搅成了碎片。哼，一只蝼蚁！黑煞魔尊不屑地冷哼一声，甚至懒得看他一眼。但他没有看到，就在那把菜刀被搅碎的瞬间，一滴鲜血从大娘扔刀时划破的手指上飞溅出来，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滴血很普通，就是一个凡人的血，但是当它融入我羽毛的瞬间，我却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温暖而磅礴的力量从我血脉的最深处被唤醒了。那不是法力，不是灵气，那是一种羁绊，是我与王大娘之间这2个多月朝夕相处所建立起来的最纯粹、最真挚的情感羁绊。它一口一口的小米不是白喂的，我终于明白了，凤凰涅槃所需要的从来都也不是什么修为法力，而是守护的决心。喂，魔头，你被爱过吗？我能说人话了。魔头通红的眼望了眨，他呆呆看着我，像在看个傻子。不好意思，今天该成傻子的是他。你千不该，万不该动了我最想守护的人。今天让你瞧瞧什么叫爱的力量。随后我的周身被火焰包裹，这副芦花姬的身体在金色的火焰中寸寸消融，化为灰烬。然后灰烬之中，一个全新的、更加强大、更加完美的生命正在浴火重生。这是涅槃之火！黑煞愣了半天之后，开始害怕了。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引动涅槃？因为你永远不会懂，真可怜，没人爱你哦。漫天金色的火焰中，我缓缓睁开了眼睛，我的身躯在火焰这次不再是虚影，而是真正的凝聚了无上神力的凤凰真身。现在轮到我了，是时候让大娘看看我真正的实力了。黑煞，
以我凤族之名，判你魂飞魄散。涅槃之后，神力就是好用。魔头扑棱了没几下，就在这世间消失了。这魔头还挺懂事，没扰民，没都没的悄无声息。天空重新恢复了晴朗，阳光洒下，温暖而祥和。我缓缓收敛神光，从9天之上降落，重新化作人形。一身流光溢彩的羽衣，长发如瀑，眉心一点朱砂，这是我本来的样子。我一步步走向大娘。大娘，我轻声呼唤，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大娘的身体剧烈的颤抖了一下，呆愣过后是喜色。俊，哎呦，俊俊，这名真适合你。俊俊长得可真俊。娘，我不叫俊俊，我叫凤九儿。大娘，谢谢你。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呻吟声传来，是李玄义。恭喜凤家涅槃重生，修为更往昔。我站起身，对着他还了一礼。这次多谢世子出手相助。他挺讲义气的，虽然没啥用，可他值得深交。大娘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这下终于可以坐在板凳上用筷子吃饭了，真好吃。俊俊，想吃大娘再给你做，慢慢吃，别噎着。李玄义处理完后续事以后，便向我告辞。凤家，日后若有闲暇，可来京城靖王府一叙。我点了点头。好。他这才恋恋不舍的御剑离去。小院子又只剩下我和王大娘。凤九儿。大娘，我在。你真的是神仙？那你还会变回俊俊的样子吗？他小心翼翼地问，眼神里带着一丝期盼。我看着他，心中一暖。我知道，比起这个高高在上的神仙模样，他更怀念的是那只会被他骂、会给他惹祸、会陪他说话的芦花鸡。我笑了笑，摇身一变，光芒闪过。我又变回了那只羽毛油光水滑、看起来威风凛凛的俊俊。我跳到他的怀里，用头蹭着他的下巴。王大娘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花，眼泪又流了出来。哎呦，俺的乖俊俊，还是你这个样子，俺抱着习惯。他抱着我坐在山坡上，看着夕阳，就像过去的无数个傍晚一样。他轻轻抚摸着我的羽毛，我把头埋在他的臂弯里。9天之上的七蜈蚣虽然华丽，却没有这里的温暖。父君母后的关爱虽然深厚，却不如这2个月。我是一只凤凰，我的生命很长很长，而他的生命，哪怕我用尽法力，也只有短短100年。那么，在这有限的时光里，就让我陪着他，一起看尽这人间的日出日落，日子过得惬意又舒服。白天，我依旧是王大娘家那只不下蛋、爱惹祸，但谁也不敢惹的神机俊俊。我陪着他侍弄田地，当然，现在已经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了。我只需对着田里打个喷嚏，喷出一小簇蕴含生机的南明离火，那些麦苗便会慢慢长大，结出的麦穗比旁人家的饱满1倍。村里人都说王大娘家的田是受了神仙点化的仙田，我也陪着他感激。他坐在牛车上，我蹲在他的肩膀上，威风凛凛，像个得胜归来的将军。所有小贩看到我们，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半卖半送。渐渐的，山中的灵气越来越浓郁，山泉变得甘甜，草木变得丰茂，连带着整个村子的人都变得百病不生，精神头十足。村里人都说是山神爷显灵了，他们自发的在后山建了一座山神庙，但他们不知道该供奉谁。最后不知是谁提议，竟然在庙里塑了一尊神迹的雕像，那雕像完全是按照我的样子塑的。王大娘第一次带我去看时，笑得直不起腰。俊俊，你看看，你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神仙了，都有自己的庙了。我看着那尊傻乎乎的雕像，也是哭笑不得。我堂堂凤族公主，什么时候沦落到跟一只鸡抢香火了？但看着村民们虔诚跪拜的样子，我又觉得这样似乎也不错。李玄义偶尔会来信，有时是托四海商行的人送来，有时他会亲自御剑前来。李玄义每次来都会在村里住上几天，他会脱下那一身锦袍，换上粗布短衣，帮着王大娘劈柴挑水，像看不出来他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爷，竟还挺能吃苦。村里的姑娘们每次看到他都会羞红了脸，躲在远处偷偷的看。王大娘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像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她不止一次的拉着我的手说：“九儿啊，你看玄义这孩子，长得好，人品好，对你也好，你们俩……”大娘，我是神，他是人。哼，神仙就不能嫁人啦？
俺看画本里好多神仙都嫁给了凡人呐。我无言以对。我能感觉到李玄义对我的情谊，但我心中早已被另一份更深沉的感情填满。我只想守着他，过完这平静安稳的一生。就这样，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一晃50年过去了。在我的灵力滋养下，王大娘的容颜始终保持在50多岁的样子，身好得很。村里跟她同辈的人大多已经故去，当初的邻居也都换了一代又一代。村子变得越来越繁华，青砖大瓦房取代了所有的土坯房，变成了镇，又从小镇变成了繁华的城。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家那个小院，还有后山那座香火鼎盛的神机庙。至于李玄义，也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虽说他有龙族几丝血脉，可终究父亲是个凡人，年华还是会老去。他倒是每年都会来上一次，住上几天。年纪上来了，只能陪着大娘晒晒太阳，比不得他年轻的时候还能帮忙做做农活。我曾提过可以施法让他的容颜不变，可他却拒绝了。莫浪费凤驾法力，人生老病死本就是天道轮回，我不怕的。这人真固执，大娘再也没提过让我同他在一起的话。俊俊呐，俺差点误了你，你还这么年轻，那王爷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了，看起来比俺还要老呢，可配不上俺家俊俊。当然，这话没让李玄义听到过，否则他定要偷偷哭鼻子了。我明确拒绝过他，他也知晓，可他到底也是没娶妻生子，真成孤家寡人了。这50年里，我几乎从未离开过王大娘身边。我们一起看遍了山花烂漫，也一起看过白雪皑皑。他会给我讲他年轻时的故事，讲他和他那位早逝的丈夫是如何相识相爱。我也会给他讲9天之上的奇闻，讲那些神仙们的爱恨情仇。我们就像母女，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那一天，那是一个很寻常的清晨，王大娘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了床，给我拌好了小米，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絮絮叨叨的跟我说话，她只是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静静的看着我吃东西，眼神里充满了不舍和眷恋。俊俊，她开口了，俺昨晚梦到你大爷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穿着一身新郎官的红衣服，站在桥那头笑着朝我招手呢。他说他等了俺好久好久，让俺快点过去陪他。还有那没过招岁的娃娃阿远，还有俺的妞妞。俊俊，大娘要走了，对不起啊，不能再陪你了。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幸福，又带着一丝歉疚，我的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我知道大限已至，哪怕我用尽法力，也无法违抗这生死轮回的天道。我化为人形，跪在他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他那双已经变得冰凉的手。我哽咽着：“大娘。”傻孩子，哭什么？人总是要死的，能有你陪俺这50年，俺这辈子值了。是俺该谢谢你，要不是你，俺这把老骨头早就不知道烂在哪个泥坑里。俊俊啊，俺好像要去找你大爷和妞妞还有阿远了。俺这辈子苦啊，可是自从捡到了你，俺就觉得俺是天底下最幸福的老太太了。你别怪俺，当初总想把你炖了，俺就是嘴上说说，俺舍不得。下辈子还来俺家，好不好？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一滴一滴地落在了他的手上。那眼泪是金色的，落在他干枯的手背上，化作点点星光，消散不见。大娘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她的手从我身上滑落，她的脸上还带着那抹安详满足的微笑。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无风自动，像是无声的哀悼。我抱着她渐渐冰冷的身体，任由泪水决堤。50年对于我漫长的生命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我来说，却是我生命中最温暖、最璀璨的50年。我将她葬在了后山那片开满山花的坡地上，与她的丈夫合葬在了一起。旁边有她的儿，墓碑上没有刻字，因为她的名字早已刻在了我的心里。娘下葬那天，李玄义也来了，他后背有些弯了，拄着拐棍看向我。九儿，终究是要走了吗？是了，我要走了。这是他第一次唤我名字，也是最后一次了。保重，来人间一趟，末了竟有人同我说再见。
倒也不错。他挺起了身子，扔掉手中的拐棍，好似少年模样的他出现在眼前，对我施礼。凤驾，保重。数百年后，天界新任帝君正在御花园宴请众神。席间，一位仙官好奇地问向坐在帝君侧那位容貌绝世、神情却有些慵懒的凤族之主：“凤主人，听闻您法力无边，不知这世间可有您害怕之物？”被称为凤主的我，正端着一杯琼浆液。闻言，我手上的动作一顿。当年从凡间归来，我的那些姐妹个个对我佩服。我终究是涅槃成功，成了她们之间最厉害的凤凰。父君母后也对我赞不绝口，成为凤主理所当然。我透过氤氲的仙，仿佛看到了那间破旧的茅草屋，看到了那个一边磨着菜刀，一边骂骂咧咧的老太太。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怀念，有温暖。我轻轻抿了一口酒，缓缓说道：“有啊，我怕有人让我下蛋。”